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最新的灵宠圣物碧落套装要不要抽？碧落套装的主战技能会使灵宠在释放主动技时，敌方武将没有一层负面状态效果。本次伤害提升10%，最多可达到100%，这是一个可以提升灵宠伤害的套装。我们就把它拿来和同样可以提升灵宠伤害的星芒套装来做个对比。星芒套装是在灵宠释放主动技时，目标武将血量越低，对其造成的伤害就越高，最高可提升80%。对比星芒套装的触发条件，碧落套装的触发条件可生效的范围就更广，也更快，并不局限于只对血量低的武将才会有显著效果，也更加适合抗队使用。在增伤能力方面，星芒套装的最高上限是80%。碧落套装的最高上限则是100%，上限比星芒套装更高。碧落套装看的是负面状态的层数，而不是数量，所以条件也很容易达成。在目前普遍上以水猴子和 SP 刘备为主的队伍中，要在灵宠出手前叠个10层负面状态也并非什么难事。要达到最高增伤也是不难的，当然这会受到对方驱散减一能力的影响。但整体来说，碧落套装无论是触发条件还是增伤能力，都是优于星芒套装的，算是目前最好用的灵宠增伤套装。在使用一些能输出的主战灵宠时，比如相柳和白泽时，就可以使用碧落套装。但如果使用的卯兔主战，因为它有着攻击血量最低武将的特性，加上出手快，未等到回合结束就已经可以出手数次，这时你的减益可能还没能叠上几层，所以还是使用星芒套装会更好。一般会使用卯兔主战的都是灭队，而灭队上减益的能力都比较一般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根据队伍实际上负面状态的能力再去做调整。腾蛇虽然也有攻击血量最低一列的能力，但因为出手时间较晚，一般都可以叠上负面状态，所以还是会更推荐用碧落套装。接着我们来看碧落套装的助战技能。我方武将每成功施加一个负面状态，则使敌方所有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提升5%，最多提升50%，效果可持续到战斗结束。这也是一个可以增加灵宠伤害的技能，所以碧落套装的定位就是个完全的灵宠增伤套装。对比主战可使灵宠伤害提升100%的增伤幅度，助战的增伤显然是更低的。但助战技能胜在增伤范围更广，不止主战灵宠的技能可以受益，就连助战技能都能吃到效果，所以实际的增伤收益是大于放在主战上的。对比主战灵宠的输出，现在助战灵宠的输出才是大头。助战灵宠因为出手次数多，能造成的伤害自然也就更多，增伤收益也就会更大。目前最强的两大输出灵宠，香柳和水猴子都很适合使用碧落套装来助战。说白了，这次的碧落套装就是专门做给香柳用的。如果将香柳当成主战来使用，碧落套装就放在主战上；如果将香柳当助战使用，就放在助战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拿来和星芒套装的助战效果来做比较，星芒套装能使敌方所有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提升48%，同时使我方女性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减少48%，这个效果显然是比碧落套装要更好的。但星芒套装的增伤条件要求是上阵女性武将大于3人，减伤效果也只针对女性，所以也不是每个队伍都能使用的。碧落套装的增伤要求，只要武将成功施加负面状态就行，虽然生效的比较慢，需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叠，但增伤效果是永久的。这个触发条件比碧落套装的主战技能还要容易。碧落套装的助战效果虽然不如星芒套装，但胜在没有使用门槛，所以也算是次好的灵宠增伤圣物。最后来对碧落套装做个总结，碧落套装绝对是个值得抽取的圣物，建议至少抽一套4星的，优先来作为助战使用。有能力的玩家也可以考虑再抽一套来给主战使用，但平民玩家只要一套就可以了。
圣物灵宠每期可以免费用幻星来购买60抽，60抽一般只够抽2套，但也有欧皇可以直接拿下3套。目前尚不清楚游戏出圣物的频率如何，但按这次的经验来看，以后出的新圣物也必定会直接对标新出的灵宠。所以平民玩家还是抽新的比抽重复的更重要。这次套装最大的赢家大概就是女团了吧？有了星芒套装和碧落套装助战，香柳在女团中的输出就可以更高。不过嘛，圣物套装对环境的影响始终比较有限，无法直接改变环境，仅能在队伍相互内卷中发挥作用。不过灵宠的输出在新区的影响会比老区大，所以新区玩家可以比老区玩家更重视这次的碧落套装。之后出的 SP 华佗、SP 关羽或多或少技能都和灵宠有点关系，也算是个灵宠的小版本了。另外，也要对上一支视频中香柳触发额外攻击的条件做出修正。其实，在技能中已经清楚写明，是以最高防御来做标准。如果我方的最高防御比对方的最高防御更高，额外造成一段攻击的概率就会提升至80%。是老猫我眼花了，没看清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